当一辆载有病危患者的救护车在赶往医院的途中被一位裸男劫持，带领阿 sa 狂飙40分钟是种什么体验？今天来看一期肾病重症的老姐遇上了精神失常的老哥，这场连小说都不敢写的荒诞剧情会如何演绎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2月17号的下午，威斯康星州的阿 sa 接到了一起离奇的报沟电话，2名医护人员称他们的救护车被人按 F 键进入载具给摸走了。事发时，他们刚接到需要急救的肾病患者，将患者固定在了车厢之后，回到驾驶舱却发现里面坐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哥。这一幕给2人瞬间看懵了，反应过来之后立刻上前阻止，一人去到主驾拉扯，试图将老哥拽下车，另一人试图挡住车辆不让他离开，但这老哥浑身滑溜溜的不说，力气还极大，2人拿他无可奈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绝尘而去。最为绝望的还是这位被绑在后座动弹不得的 NPC。 哥，别搞，我大残，但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。如此特殊的紧急情况，系统直接触发了5星通缉，阿 sa 更是全员出动，道奇充电器、直升机、无人机全部上线，一场特殊的救援行动就此开始。和普通的追车不同，这是救护车，而且车里还有 NPC， 所以 PIT 战术、围堵和逼停所有的主动技能都被禁用。那聪明的小伙伴肯定已经想到了，最为稳妥的方式就是使用破台器。此时队友已经在前方设伏，可这老哥虽然做的事情不靠谱，但车技却是在线，一把方向成功躲开阿 sa 的埋伏，甩得后座的 NPC 叫苦连天。哥，我打的是救护车，不是过山车。不过老哥倒也遵守交通规则，红灯还知道停车，可当阿 sa 下车想上来抓捕，那可就不行了。老哥给阿 sa 的回应是一脚油门，这起步速度可比一般的代步车要快上不少。毕竟美国的救护车大多是以福特的皮卡改装而来，像老哥现在所驾驶的这辆就是2019款的福特1450重型皮卡，它搭载6.8自吸 V10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05，总重量大约6.5吨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170公里每小时。眼看一路直行，前方不断的刷新出 NPC， 说明他的行动已经被阿 sa 预判。于是老哥猛地一把方向，临时切换了路线。这一幕，救护车、警车、星条旗同时出现在画面，简直是讽刺无比。在这自由的国度，老哥简直就是把法律的底线按在地上摩擦。兄弟们把自由扣在裆部上。随着老哥临时切换线路，阿 sa 一路追到了这条乡间小路。车里的 NPC 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坐个救护车居然还能体验一把越野，不白来啊，都不白来！体验完了过山车和越野模式，一会儿再感受一下全速画什么画。这一番颠簸下来，别的不说，你就说你还记不记得你腰子疼吧？哥，我不疼了，送我回家，我要换裤子。随着几番拉扯，剧情变得愈发精彩。观看这么精彩的视频，用新换的手机看着更加清晰流畅。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？像我这台 iPhone 15 Pro 就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300多，用过才知道他家是真方便，一键下单，回收是免费上门估价。山川写字楼、住宅区都能随叫随到，比起到处找回收店问价格，挂网上折腾半天还卖不出去。现在有了转转，连门都不用出，闲置就能轻松换成钱。而且转转现在回收品类很丰富，像耳机、平板、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，甚至是 LV 包、腕表这种奢侈品都能上门回收，特别适合我这种想卖闲置又怕麻烦的人。要我说，卖闲置不用到处问，找转转上门回收准没错。眼看短时间里根本就没有能拿下老哥的契机，阿 sa 立刻预判老哥的行动轨迹，通知其他队友再次设伏。如果换做普通追捕，就算无法截停，也可以一路跟到老哥停车为止。可这一次的关键是，阿 sa 根本就不知道车里的 NPC 还能坚持多久。现在离目的地越来越远不说，救护车本身就比较笨重，在这条小路方向盘打得忽左忽右，时而加速，时而急刹。本来叫救护车就是为了尽快到达医院接受救治，被这么一番折腾，也不知道 NPC 抵不抵得住。就在此时，一位队友成功绕到老哥前方，开始布置破台器，而老哥的车速很快，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。就在即将到达埋伏点时，老哥突然使出一招 crossover， 一个极限闪躲，几乎是贴着破台器驶过，成功躲开2条破台器。这老哥的实力确实了得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老哥已经达到了5星巅峰，看来想升6星需要一大波经验值，所以选择了这个地狱级难度的任务。而这个任务对于被绑在后座动弹不得的 NPC 来说，才是真正的地狱级。
而老哥也真的是说到做到，在带着 NPC 体验过了越野之后，他的车速已经达到了14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速度对于道奇充电器来说是基操，可对于救护车来说已然是开启了全速，怕什么怕？别管方向对不对，你就说快不快吧。再加上救护车自带氛围灯的 buff 加持，路上的 NPC 是纷纷主动靠边。估计此刻他们心想：我的发，谁家这么大腕儿？比那救护车实际上警车护送。尽管阿 sa 出动的人数不少，但却缺乏有效的截停方法。由于多次破台系的埋伏没有成功，就这样一路跟随老哥跑了10多分钟。中途还有多位阿 sa 想要绕前，却因为慢一拍而扑了空。而时间拖得越久，阿 sa 就越不敢放松。要是像这样一路跑到没油，只怕后排的 NPC 是有点难崩。反观老哥，面对步步紧逼的氛围灯，他还率先操作了起来。眼看对面有来车，他还故意一把方向去到对面车道。虽然有些疯狂，但也确实有效。这7伤拳的打法给阿 sa 吓得心惊肉跳，连忙放慢车速，任由老哥将他拉爆。虽然距离被拉开了，但好消息却随之而来。前方右侧的氛围灯闪烁，这是隔壁线队友的支援到了。因为老哥长时间没有换方向，所以他们在这条路上准备了多条破台器。只是这闪烁的氛围灯简直不要太显眼，以老哥5星大佬的技术，这种明目张胆的偷袭很难成功。事实确实如此，这已经是阿 sa 第3次破台器失利，这也让老哥信心爆棚。可叫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前方路口一辆无标识警车突发冷箭，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，老哥的前轮就已经被刺破。这一下隐蔽到阿 sa 都差点中招。而当得知了这个好消息，阿 sa 立刻加快车速跟上。由于老哥这辆车的车身极重，被刺破的又是前轮，再加上本就不慢的车速，所以没一会儿他的车辆就出现了异常。眼看大局已定，阿 sa 也是松了一口气，现在只等老哥停车即可。可老哥的操作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，毫无征兆的一把方向，直直的冲进了右侧的玉米地里。看来这是想拼最后一把，可前几天才刚下过雪，这辆失去前轮的皮卡在泥泞的土地里根本走不了多远。在出动无人机查看了车辆的情况没有异常之后，很快阿 sa 便组织起了队伍开始徒步抓捕。此时距离阿 sa 开始追捕已经过去了40分钟，也不知道 NPC 的情况怎么样了。当车门拉开之时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阿 sa 们还是对眼前的场景大吃一惊。也不知道这么冷的天，老哥是怎么做到一丝不挂的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本杰明·菲尔茨，37岁。被抓捕后，他承认他喝了半瓶清洁剂，体内还检查出了西方树叶的成分，全程精神恍惚。而他有着3次酒驾的前科，驾照早已被吊销。这是老哥被指控的罪名，大家可以自行查看，保释金为10万美金。不过万幸的是，这里的 NPC 被及时送往医院接受救治，没有受到额外的伤害，就是裤子有点湿，听说是不小心把点滴弄洒了。至此，这位老哥晋级失败，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。不过事件比较新，所以还没有判决，就像前几天开船的老哥一样，他正在接受精神评估，搞不好也是能拿到证的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换作是你来驾驶这辆救护车，你有什么妙招能走掉吗？欢迎大家来讨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有缘再会。